非常謝謝這個轉到節目嘅現場，今日節目我哋帶嚟下來關心嘅議題是係，有場時間對你新嘅種期是到嚟下呢美國台後之間出現嘅反以下戰爭嘅反戰場，係咪？美國嘅後潮再現咯，比較強度嘅係呀，長期有研究嘅種種議題，韓國香港連接國際新聞評論主筆劉念婷呢，來為大家來做分析。念婷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今天我們來看這一次的這個美國大學的這個大規模的反戰活動，從這個4月17號的哥倫比亞大學啊，那個他們甚至還把大樓整個佔領了嘛，最後但是警方用強硬手段把他們全部都趕走了，但現在卻是剛好碰到美國畢業季，然後又剛好就是這個看到這樣的反戰的浪潮就遍地開花，幾乎我看了一下那個這次的學潮的那個有一個示意圖哦，幾乎美國幾乎所有的大學。要麼就是紮營，要麼就是用其他的抗議的方式，在反對這個美國繼續對以色列的支持，或是抗議以色列。那這樣的我們可以說這一次的整個浪潮算是一種反戰的學運嗎？首先就是說，當然很多人會把這次的示威跟例如1960年代的反越戰，這個也是同樣是反戰的做一個連結。那如果是從訴求，還有包括說反越戰的時候，也是請警察到校園裡面去把學生驅離，然後逮捕。如果從這兩個點來看的話，確實是有相像的部分。不過就是從我的立場來看的話，我個人覺得它目前現在這個示威跟當年的反越戰的示威相比，它還是有規模，不管是規模還是社會關注度，還是參與度，都有很大的落差。那這背後當然是有兩個點。那第一個點就是說，其實越戰跟以巴衝突對現在的美國來說，意義是不一樣的。就是說，當年的越戰其實美國它是有派兵到越南去參與的，所以這場戰爭它是直接影響千千萬萬個美國普通家庭。但是這一次的以巴衝突，其實當然美國它有支持以色列，可是它畢竟沒有直接派兵過去，間接的參與。對，所以其實就是說，對於現在的美國來說，可能以巴衝突它更大程度上是一個人道主義問題，一個政治問題或倫理問題。可是就是說，如果你是一般的這種比較不關心美國的外交政策，或是說比較不關心國際議題的美國普通的大眾，其實以巴衝突對他們日常生活沒有任何的影響啊。所以就是說，這個就是這一次的憤怒沒有辦法遍及美國所有族群或是所有年齡層的一個原因。那第二個原因就是說，接着剛剛那個點就是說以巴問題，它在美國整個的民意的分布其實還是比較分裂的。就是說，我們當然可以看到這一次的校園中那些站出來的大學生，他們代表的是18歲到29歲這個 Z 世代，他們對於以色列的這種已經不像之前的祖父母輩。這邊先停一下，我想問一下說，所以說這一次的整個這個叫反戰的學潮，更偏向真的叫做學潮，就是學生，尤其是年輕人，更偏向是。這個族群站出來嗎？對，就是說很明顯，這一次大學生還是主力嘛。那這當然背後就是有一個原因是在於說，如果你是這個1946年或1964年這一代出生的戰後嬰兒潮，其實他們那一代看出去的以色列，他們就覺得是受害者，因為他們可能剛經歷過這個納粹大屠殺這個比較嚴重的事件的衝擊。那第二個就是在於說，以色列建國之後就陸續跟周遭的阿拉伯國家打了4場的中東戰爭。那所以在當年的美國人看起來，他們就覺得以色列很可憐嘛，就猶太人已經幾千年的流離失所，然後就是好不容易建國還是不得安寧。可是就是如果你是1980年後出生的，或甚至是1998年後出生的這個 Z 世代這一代的人，他們就是看出去，從他們開始理解國際政治開始，或是開始接觸到以巴衝突這個問題開始，他們看到媒體上的報道，基本上一面倒都是以色列在壓迫巴勒斯坦人，就不管是放任他們的這個屯墾區去侵佔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的土地，還是說去剝奪他們的水資源，或是說他們對加薩走廊執行這種漫長的不人道的封鎖，還有包括說動不動就是去轟炸人家，就其實這種事情在這個情境下，現在的這一代美國人就大學生，他們很難像祖父母或是父母那一代，就是還認為以色列是整個這個以巴衝突中的受害者，就是因為他們再怎麼看起來都是巴勒斯坦人會比較符合這個描述，所以就是說
这一次的这个示威呢，当然可以说它是反战，可是就是说我们可能要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站出来的人可能多数代表的是所谓的进步左翼，或甚至是这一代18岁到29岁的年轻人，他们的政治正确，就是说支持巴勒斯坦是他们这一代的一个共鸣，可是他没有办法代表美国的社会整体，那这是我们可能要看到的一个现实。所以这样，我这样从你刚才这样的分析来看，是不是美国等于说所谓1988年，就是说18岁到29岁这个世代，他们叫做天然的反犹吗？还是天然的反以色列？这两个程度是不同的。对，对，就是其实在我看来，反犹这个词在这一次它很大程度是被滥用了。因为拜登有说，就是他不是有很强烈声明说反犹是不对的吗？对啊，对啊。那其实这个背后，我觉得就还是一个政治攻讦的脉络，就是一直以来以色列他为了帮自己在对巴勒斯坦人的暴行辩护，他就把所有反对他的人都扣上反犹这个帽子。那其实这一次以色列外交官他们的策略大概是这样嘛，就是人家骂他们，他们就出来说，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待遇就像当年那个犹太人被大屠杀的感觉，这样就大家都在反对我们。那美国这一次同样的，他也是要帮自己就是支持以色列这种难看的行为去辩护，所以他也是把这个反犹拿出来当成一个政治正确，然后去攻击所有站出来反对这件事情的人，所以就是包括说他应该是几个礼拜前还通过了一个反犹太主义意识形态法案。那其实这个法案，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如果之前美国还会稍微有点遮掩的话，就是说基本上他跟以色列，他就是要偏袒人家，就是他之前可能还有一点遮掩，虽然大家都看得出来，现在不演了。对，现在就不演。我觉得他现在就是直接裸奔了，就是你就会看到他的身体上还刺着几个字，说我不敢得罪犹太财团，就基本上就是现在看起来是这样子的情况。所以我觉得不太能去说现在年轻人是反犹啦，因为就是说这个字的滥用，它其实会导致说真的反犹的行为，它没有办法被识别出来。那这其实对于犹太人来说，我整体认为是比较不好的。因为另外在这一次的，我们看到也蛮多，就是有色人种出来站出来支持这个叫同情巴勒斯坦哦。那你怎么看这件事情？是因为跟他们的处境比较像吗？对，就是这个。当然，这一次的学潮会闹得这么大，跟美国近几年的像这个 BLM， 就是黑人的命也是命这种族裔的冲突，它其实我觉得是有形成共鸣的。就是在去年11月的时候，其实美国这边有一个机构做一个民调，白人他是唯一的，就是说如果是18岁到40岁这个群体，白人是唯一同情以色列多过同情巴勒斯坦的一个种族。可是像其他的，不管是非裔、亚裔还是拉丁裔，基本上他们都是同情巴勒斯坦多过同情以色列。然后他们认为美国偏袒以色列的程度的比例也是高过白人这个群体。那所以从这个数据来看，我们当然可以去解释说，这个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可能觉得说自己生活在美国这个国家里面，他们有一定程度是受到这个白人至上的这个压迫，就包括说有的如果是底层的非裔的美国人，他们当然认为说，哦，那滥用这个暴力的警察，就包括说把人家跪死或是随便开枪，这种情况他们就会觉得很像巴勒斯坦人在面对以色列军人的这种情况，所以就比较容易引起这个共鸣，所以这也是一个原因。那另外就是说，根据美国政府自己的统计哦，就是在今年2024年大选年有投票资格的4100万 Z 世代里面，其实有45%是有色人种，所以这个也可以解释说为什么这一次学潮会闹得这么大。那当然，这个我觉得有色人种他们背后跟巴勒斯坦人的连带意识，那可能就是不能忽略的一个部分。他可能不是完全挺巴勒斯坦之前的哈马斯这样行，但是他就是同情那些弱者嘛，应该是这样讲。对。那这样我们来看这次的这个整个美国的反战，其实看到各州政府其实态度也蛮强硬的，然后像是在中央，拜登也是对这群人也是很强硬，说暴力是不对的，然后你反犹也不对。为什么面对这样的学潮，而且他们都学生，因为学生居多，为什么就是政府的反应，尤其是公部门反应要这么激烈呢？首先，我觉得它最关键的原因还是在于说，不管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游说团体，或是犹太财团，它在美国的社会各界各个领域的角色都是很重要的。就不管你是像学术界，还是说是像娱乐界，或是像这个艺文界、媒体界，基本上犹太财团它的分布跟影响力都
决定了像是扎根在美国。对，就是说像是美国的媒体，你就很难看到这一次他们不亲以色列，就是基本上他们的报道都是说，我们更大的去聚焦这个在被关在加萨走廊的以色列人质，但是他通常不会去提说，其实以色列已经在加萨杀了就是大概几万人，那这个伤亡的群众里面70%都是妇女跟小孩，然后记者的死亡率也是创下2战以来的新高，就基本上美国媒体不太会去强调这些东西。那另外就是说，刚刚讲到犹太复国主义的游说团体，那像是 AIPAC 就是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像这个就是美国政坛非常影响力非常巨大的一个在帮以色列政府进行游说的一个团体。那基本上它通常都是共和党、民主党两边都会支持啊，对，押宝。那但是因为今年是大选年，那他就是等于是握住拜登的一个软肋了，就是说你这一次你要是敢不挺我，我就全部集中我的火力去支持川普跟共和党。那所以就是刚刚讲的这些原因啊，就包括说在艺文界的这种强烈的宰制，在媒体界的这个角色，那还有包括说像在政界这种游说团体的强势，其实都决定了美国它很难在这件事情上不支持以色列。但相对于拜登，他也说，如果你以色列敢打拉法，我就要停止弹药攻击。他是也某程度也受到这种反战的两边的压力。对我个人其实觉得拜登他就是卡在中间，就是其实你如果看美国的政治光谱的话，民主党已经是相对是比较同情巴勒斯坦人。如果今天是川普或共和党执政，可能都不会有现在的挣扎出现，因为其实他们的光谱就是真的比较是同情以色列。那更不要说川普本身，他跟这个像他的女婿库什纳自己就是对跟以色列非常好，就犹太家庭成长的。那就是说，拜登当然就是这一次的这个学潮，它会产生一个现象哦，就是他未必能够阻止拜登去叫以色列不要再杀了，可是他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去让这些人拒绝投给拜登。选票很重要。对，就是说，其实站出来的这一次这些人，他们大多数都还是民主党的传统选民了。就像前面讲的，共和党可能他的选民就是我不管，我就是支持以色列就对了。但是就是说，像这一次，包括像有色人种啊，然后青年学生啊、进步左翼啊，或是像是穆斯林、阿拉伯裔选民，这些都是民主党非常重要的选票来源。那当然，他们如果看到自己的呐喊没有被政府接受的话，他们可能就是不至于说会去愤而投给川普啦，因为这个距离他们不投票嘛。对啊，他就可以说，那我就惩罚你嘛。那尽管这样可能会让川普当选，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说，反正投给你都没用了，那另外一个上又干我什么事呢？所以就是说这样子的情绪，我觉得会让拜登就是非常的害怕，就是说，我如果再不做一点什么去缓和这个愤怒的话，那可能这是真的会输掉这一场大选。可是问题是，他真的就是不能抛弃以色列，所以就可以看到他很明显就是两种手法啦，就是劝一劝以色列，然后又镇压一下学生，就是这样交替的使用。好，那后续怎么发展，我们就后面继续来观察。好，谢谢你。